众所周知，中东石油是美元霸权的根基，人们纷纷猜测，一旦巴以冲突继续升级，是否有可能掀起新的一轮去美元化浪潮。说到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恩怨，网上很多朋友受营销号的影响，很容易就会用一句农夫与蛇来概括。其实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农夫与蛇，倒不如说是引狼入室。近代以来，随着民族主义日渐兴起，流浪千年的犹太人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，也逐渐产生了民族至上的意识，犹太复国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大家要知道，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，但是民族主义是近代才兴起的。所谓民族主义，就是民族至上，民族利益压倒一切，而不同于封建时期的儒家道统或者宗教认同压倒一切。所有民族主义的奉行者都不免会认为本民族天下第一，至少不应该屈居其他民族之下。可当时犹太人是个什么状态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。你一个流浪千年，连块根据地都没有的民族，好意思自称是上帝选民吗？民族自尊心那关过得去吗？所以犹太复国者迫切需要一块根据地立足，为此不惜四处求爷爷告奶奶。需要说明一点的是，当年犹太复国者可并没有说什么一定要回到老祖宗的应许之地建国，而是随便给块地盘就行。比如他们当年就弄了个河豚计划，想在我们东北建国。当然，如果可以回到老祖宗的龙兴之地建国，那自然是好。犹太是个宗教民族，回到祖宗圣地建国，可以更好地号召世界犹太人回来，可以短时间内壮大本民族的力量吗？犹太人最早找上的是英国人，当时正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英国要拉拢犹太人为自己所用，便满口跑火车弄出一个贝尔福宣言，信誓旦旦地保证战后就让他们回迦南之地建国。当时迦南之地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呢，英国这纯属就是慷他人之慨，毫无诚意。对了，他当时也答应甘地等人，说主他打完这一仗就让印度建国的，结果仗刚打完，转头就把人家下了大狱。犹太人跟印度人一样，最后也被这个老六给骗了。一战之后，奥斯曼由于站错了队，遭到肢解，迦南之地被划分成了英国的殖民地。这么一个扼守亚非的交通枢纽，英国怎么可能给犹太人建国？果断地翻脸不认账。不过英国也没有把事情做绝，还是放开了一道口子，让犹太人移民过去居住。别以为英国这是心怀愧疚，这只不过是英国的常规操作，通过制造民族对立来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罢了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这个结果总比一无所得好。于是在复国主义者的鼓动下，犹太人开始往巴勒斯坦移民。那阿拉伯人是个什么态度呢？答案是热烈欢迎。毕竟人家犹太移民的土地可是真金白银向阿拉伯人付款购买的，所以笔者才说，那并不是农夫与蛇，而是引狼入室，是阿拉伯人为了贪图一时之利，为后世埋下了祸根。仅仅20年的时间，犹太人就占据了当地人口的1/3，等阿拉伯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二战之后，大英帝国衰落，美苏两国在世界各地煽动民族独立运动，肢解英国殖民地体系。阿拉伯人跟犹太人自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但可惜的是，阿拉伯人不争气，在驱逐英国人这件事情上做得并不给力，美苏两国都瞧不上他。反倒是摩萨德的前身哈加纳，把英国人折腾得死去活来，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出这一地区。那哈加纳是怎么赶走英国人的呢？就是今天哈马斯那种玩法，恐怖袭击。所以他们两个是大哥不说二哥，谁也不比谁高尚。因为犹太人的卖力表现，当时杜鲁门和斯大林都是鼎力支持他的，所以犹太能复国绝不是美国一家之力。犹太建国的第2天，阿拉伯5国联军就开到了家门口，想要将他除之而后快。可这帮穆斯林啊，真是不争气，散石满天星，巨石一盘沙，居然就被一个立足未稳的以色列给干翻了。说到这里，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，这次战胜的背后可没有美国什么事。1956年，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第2次中东战争，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，试图重新控制中东殖民地。这时以色列也急于扩张领土，便很爽快地答应了英法，出兵占据了西奈半岛。可旧日霸主这种贼心不死的行为，惹怒了国际新贵美国和苏联，两国一起出手逼退英法，并把帮凶以色列轰出了西奈半岛。不过以色列在这2次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，
美国是实打实地看在了眼里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美国才把以色列跟自身在中东的石油美元霸权绑定。所以这两家之间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，而且还是以色列表现出自己的利用价值后，美国才开始扶持他的。至于美国为什么要扶持他，还得从当时中东的大环境说起。二战之后，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，各种起义此起彼伏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埃及纳赛尔搞出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，这是个跨国家的政党。当年萨达姆、卡扎菲、老阿萨德这些后来的中东独裁者全都是纳赛尔麾下的小弟。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这些国家背后的独立运动全都是这个政党在背后推动。该党的终极目标就是统合整个阿拉伯世界。纳赛尔甚至一度把埃及、叙利亚、也门合并成了一个国家，就连卡扎菲政变成功后都哭着喊着跑到埃及要求加入，可见当时埃及的影响力有多大。苏伊士运河危机后，埃及成功从英法手上收回了苏伊士运河，此乃阿拉伯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胜利，纳赛尔的威望直接达到了巅峰。当时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恨不得耳朵长在收音机旁，只为听到纳赛尔的声音，这让美国如何能忍？于是扶持以色列打击埃及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了。以色列也没有让美国失望。1967年，在老美的支持下，以色列发动第3次中东战争，也叫6日战争。短短6日啊，以色列先后占领西奈半岛、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，狠狠地重创了阿拉伯世界。一代英雄纳赛尔被气得含恨而终。1973，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发动突然袭击，史称第4次中东战争。此战埃及先胜后败，一度把以色列逼到亡国的边缘。最终美国亲自出动军机支援以色列，这才把他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。最终埃及收复西奈半岛，双方罢兵言和。萨达特放弃纳赛尔时期的宏图大略，开始偏安一隅，最终被民族主义者刺杀。从此再也没有国家能威胁以色列的安全。不过美国这明摆着不要脸的行为彻底惹怒了阿拉伯国家，海湾诸侯联手发动石油危机，给了美国霸权致命一击。当时布雷顿刚刚解体，冷战处于苏攻为首时期，美国的情况本就不妙，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。不过美国人总是善于转祸为福，基辛格等老一辈战略家从这次危机中看到了美元霸权的转机。既然石油威力如此之大，那如果我们把石油跟美元绑定在一起，那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不就稳了吗？说干就干，基辛格飞到沙特，跟沙特阿拉伯签订了石油换安全的秘密条约，从此确立了美元霸权的地位。那么请问沙特阿拉伯当时有什么安全隐忧呢？前面说过，第4次中东战争之后，埃及这个带头大哥就退出江湖，偏安一隅了。土耳其呢，一心西化，内乱频仍，正恨不得跟伊斯兰世界划清界限呢。至于叙利亚、约旦、黎巴嫩之流，正被以色列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呢。两河流域的伊拉克也在发生政权更迭。至于伊朗，那时还处于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，跟沙特关系好着呢。由此看来，沙特的安全威胁有且只有一个喽，以色列。这就是以色列之于美国霸权的意义。当时刚打败中东霸主埃及，正如日中天的以色列，就是美国悬在海湾王爷们头顶的一把利剑啊。试想第4次中东战争，如果是阿拉伯世界打赢了，你看王爷们会不会把基辛格扫地出门？那他们为什么不找苏联当保护伞呢？别提苏联了，埃及背后站着的就是老大哥。代理人战争打成这样，让王爷们怎么相信他吗？明白了这些，接下来笔者再来说说为什么这次巴以冲突会掀起去美元化的浪潮。别看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驻扎着800多个军事基地，但对他而言，真正生死攸关的只有3个地方：欧洲、中东和东亚。欧洲拥有着世界最大的高端产业集群，只要欧洲在手，美欧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地位就无可撼动。有欧洲，美国才是美帝；没有欧洲，美国就只是美国。至于东亚，这里有着它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对于美国来说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没什么妥协余地可言。至于中东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它的重要性就是石油嘛。现在美国在欧洲点起了战火，又要抽调重兵围堵东亚，那就只能牺牲中东了。这些年来，随着美国势力撤出中东，有2个群体深感不安。
一个是打手以色列，另一个就是帮凶沙特阿拉伯。这些年来，沙特阿拉伯跟美国关系肉眼可见得变差，又是加油价，又是搞石油人民币的，其根源不是萨勒曼跟拜登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也不是美国页岩油对沙特形成冲击，这些只不过是小问题而已。沙特阿拉伯最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钱，而是安全。现在你老美要跑路，当年答应过我的海誓山盟是放屁不成？这些年我跟在你后面得罪了多少人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旁的不说，就说阿拉伯之春那些兄弟能放过我？冲突爆发前，沙特先是在中国的斡旋下跟波斯恢复邦交，接着又准备跟以色列和解，结果战争爆发，不得不中断谈判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沙特的心虚，所以巴以冲突爆发之后，沙特的内心一定是高兴的。如果美国因此重返中东，我沙特就不用再成天担惊受怕的了。以色列的心思跟沙特其实是一样的，以色列神憎鬼厌，要是真离开美国的庇护，迟早被阿拉伯人给点了天灯。所以哈马斯出来搞事后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也是不嫌事大，想把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，倒逼美国回来。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却让沙特跟犹太人伤透了心。虽然拜登在媒体上天天叫嚣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，可我们别看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。美国所谓的支持，就是煽动以色列国内的反战势力游行示威，鼓动自家的犹太人冲击白宫，来给以色列杀人诛心。大家要知道，以色列跟阿拉伯打了这么多年，美国的犹太人可一直都是举双手双脚支持的。而且这次所谓的反战游行这么轻易就冲进白宫，若说背后没人，鬼都不信。而且稍微关心巴以冲突消息的人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现象，以色列嚷嚷着要进攻加沙的时候，美国的布林肯和沙利文可是千方百计拦着他的。要知道，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已经到加沙地带杀过好几回人，可美国全然放任不管，甚至表示支持，与现在这副畏手畏脚的状态相对比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这说明美国还是铁了心要执行他的怂中东战略。这落在土耳其、伊朗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也门这些国家眼里，他们会怎么想？美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啊！现在就连胡塞武装这种小卡拉米都敢对美国舰艇开炮了吗？搁20年前，借胡塞武装几个 boss 胆，他也不敢。大家说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作为世界第3大美债持有者，持有美元擎天柱的海湾王爷能没有想法吗？可以想见，此战之后，除非美国立刻重返中东，否则海湾国家去美元化对冲风险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了，甚至会殃及石油美元的根基，也犹未可知呀。